熊哥一个人的野外生存，不仅迎来了新的野猪幼崽，还带回来2头奶牛母子，而这也标志着畜牧养殖即将进入全新的阶段。第2只雌性野猪已经进入了分娩的最后阶段，圆鼓鼓的肚子连脊背都被压弯，它已被单独进行圈养，这里就是它生下幼崽的待产地。新一天的来临，阳光普照着森林，熊哥准备到鱼塘张罗一些新鲜货，毕竟这个鱼塘已经挖掘好近1年的时间了，里面除了有鱼，当然还会有别的东西，还能顺便将其中的垃圾清理干净。杂乱的树枝都是暴风雨带来的，弯腰俯身下摸鱼塘底部的淤泥，这可是隐藏着很多宝贝。这种纯野生的河蚌是十足鲜嫩之物，并且对男人极好，熊哥对其垂涎已久，只是如今才到了可以食用的体型，一点点摸索，小小的鱼塘几乎铺满河蚌，这么多的数量足够自己饱餐一顿了，剩下的让其自然繁育和生长。当然想要将其制作成美食，还要放入清水让其吐出肚中的淤泥，这需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等待的时间，熊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距离冬季的来临已经越来越近，早晚的温差也越来越大，熊哥要为7只野猪幼崽寻找一个可以保暖的地方。曾经废弃的羊舍，目前这里刚好适合稍微修复，用鲜嫩的红薯叶将几个小家伙引诱进来，会比一只一只的抓住它们更加高效。近段时间，这里就是它们生活的地方。这是第2头黑猪，它也怀有身孕，还有2个月左右就将分娩。猪群都已喂食完毕，熊哥还要在原来生长丝瓜的位置重新播种上瓜果，毕竟丝瓜的季节已经结束。刨松周边的泥土，这是菜葫芦的种子，只需在坑中放入3颗，然后再浇灌上山泉，用竹片围挡住周边，不久以后将收获到足够多的果实。这次熊哥还是选择栽种了2处，再次来到笼舍下方的斜坡，这里大片低矮的红薯地，很适合栽种这种佛手瓜。刨挖出浅坑，将已经长出嫩芽的果实埋入其中，为了避免被鸭子或鸡群误食，在周边用竹签围挡也同样必要。相同的步骤，熊哥在斜坡的周边再次种植了4棵，而这也意味着蔬菜瓜果的种植又增加了新的品种。河蚌体内的泥沙已经吐得差不多了，熊哥也该制作属于自己的美食了。再次用清水淘洗，保证外壳也要干干净净，直接放到炉灶上蒸煮，等待水开就可食用了。趁着等待的时间，调制一份特殊的蘸料：大蒜切片，小米辣切碎，香菜成粉，再来上点生姜，手工挤上点新鲜的柠檬汁，放上点莲花味精，最后再添加上腌制好的竹笋和汤汁，料味十足的蘸酱才是这道美食的灵魂所在。将蒸煮好的河蚌全都倒出，鲜嫩的蚌肉清晰可见，饱满鲜嫩雪白，夹上一个蘸满酱汁，这不比路边的烧烤吃得更加有感觉吗？新一天的来临，雾气笼罩着整片森林。今天熊哥起得非常早，在喂完所有的牲畜后，他利用已经冷却的传送技能 TP 到了位于3个小时车程的早集市当中。熊哥要来采购部分需要的用品了，最先吸引他的当然还是新鲜的蔬菜种子和秧苗。还记得拆除鱼塘后剩余下的材料吗？它们被用于扩建菜园，此次购买正是用于那里的开垦与播种。熊哥一脸老实的表情在这闹市之中显得格外质朴与真诚。满满一袋已经差不多了，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种子和秧苗。一间5金店，这里锋利的柴刀吸引了熊哥的注意，完全用生铁打造，无论是质量还是锋利程度，都很适合在山林中使用。熊哥买了一把，对面就是一家精神小伙开的理发店，稍微整理一下自己的造型，各位老铁应该不会介意吧？理发已经完成，临回去之前再购买几块面包尝尝，这也算是没有白来一趟。该回去了，憋了半天的小雨还是如期而至了，给车轮安装上防滑的铁链，只有这样才能在崎岖的山路上缓慢前行。3个小时艰难行走，这里距离农庄已经不太远了。熊哥决定将摩托放下，等到天晴再来骑回去。割上几片香蕉叶铺垫在上方，避免雨滴直接淋湿，防止有可能出现的损坏。终于回来了，看到主人再次归来，乖乖很激动。森林的小雨依然在下，熊哥赶紧喂食了所有牲畜，再次查看了这头快要分娩的雌性野猪，它的肚子比前2天又大了许多，看来它分娩日期已经临近，熊哥该做好提前的准备了。黑猪妈妈的2个幼崽有一只出现了点问题，佝偻的身躯好像站不稳了，对于它熊哥会进行额外的照顾。另外一只倒是很省事，它生长得很好，也非常有活力。牲畜都已喂完，自己也要进食了。菜园中揪上一点新鲜的香菜，他要用它和鸡蛋一起制作一份美食。鸡群产下的草鸡蛋打上4、5个，再全部搅拌开来，倒入热油中，一份香菜炒鸡蛋就已完成。切开购买回来的干面包，将鸡蛋放入其中，从中间一分为2，这是乖乖和小黑的口粮，而自己的则需要添加上菜叶，这样便会更加的有味道。能量已经补充完毕，趁着雨未停地未干，熊哥要将购买的秧苗和种子尽数种下，隔上相同的距离就刨挖出浅坑，然后放入2、3粒，对一些易活的种子可以直接播撒在土层上方即可让其成活，然后再单独整理出一块田埂，用于栽种大蒜。这样在以后的生活中，自己的调味料就无需再额外购买。
2个多小时的开垦与播种，现在菜园的面积已比之前整整扩大了1倍，这已足够自己食用，还可以进行额外销售。第3天的太阳已经爬上了山头，温暖的天气，熊哥决定将圈养了很久的黑猪妈妈放出去进行散养，而这间空出来的猪圈还有更加重要的用途。熊哥将即将分娩的这头雌性野猪放了出来，它将会成为野猪的产房，而野猪自己也知道它已经走了进去，大大的肚子已经将脊背压弯，说不定它可以产下10多只幼崽。当然这只是熊哥内心美好的期许，能够生下多少全都看天意。熊哥在给它抓养的同时再次进行了检查，这样可以方便推算分娩的日期。猪食已经做好，黑猪妈妈一家2口以后都会在户外进食。再次来到菜园，前2天的阴雨让豆角秧苗成长迅速，熊哥要搭建出花架以供其攀爬了，只有这样才可以提升每一株的产量，并且也将有利于后期果实的采摘。干枯的毛竹在中间排出整齐的一列，中间再捆绑上用于支撑的横梁，最后再用细小的竹竿将每一株秧苗都交叉牵引到竹竿，这样一个非常稳固的花架就已搭设完成。熊哥将会怀着期待的心情等待着它的丰收。前2天种植下的佛手瓜也已成活，4株秧苗也都破地而出。每天的生活重复且平淡，自给自足偶有惊喜与期待。你愿意加入吗？南方的老铁可以来嘲笑我了，我活了半辈子，第一次知道眼前这一堆是火龙果，并且也是第一次知道它的种植是需要木桩攀爬的。当然菠萝的种植我是认识的，有和我一样的老铁吗？新一天的到来，熊哥正在整理眼前这片区域，再次扩张农庄可栽种的空间，会有利于收入的增加。自然生长的香蕉树不需要太多，范围内的需要全部砍伐，而整理出的这片空间是为了保障猪群的持续饲养。他会在这里种植野猪最喜欢的食物，黑猪杂交的幼崽好像喝了假酒一样，吸食乳汁的同时还要摇头晃脑。再次出发，熊哥要去采集将要种植的植物，一片野生的甘蔗，严格来说应该是甘蔗的近亲，它们大多生长在溪流的旁边，虽然具有相似的外形，但是却没有甘蔗的个头。不过它根茎的含水量以及甜度也一样不差，它们含有的蔗糖以及口感是野猪的最爱，同时也能给猪群提供更加充足的营养，这也可以让野猪生长得更加强壮。收割的数量已经足够，不过种植前还需要再次处理，将多余的外皮和带叶的枝头全部去除，只留下笔直的树干方可用于栽种，仔细捆扎好，只有这样才方便于运输。当然这些去除掉的枝叶也同样有用，它们可以被带回去喂养猪群。新一天的来临，照常喂食农庄中的牲畜，鸡群几乎已全部成年，看来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尽数售卖了，届时就将会得到一大笔收入。头顶上的黄金苦瓜，它们可以用于做种，而余下的几颗还未长老的，可以成为自己今天的午餐。野生甘蔗的鲜嫩和甜甜的口感很受野猪群的欢迎，这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食物，也该将昨日采集的甘蔗根茎种植下去，全部切割成小段。它的种植方式和木薯相同，清理干净昨日砍断的杂草，平行刨挖出浅坑，每一处都依次的放入前后2根，最后再用泥土进行简单的覆盖。接近3个小时的刨挖，整理出的一大片空地都已种植，它们不久会从竹节处生长出嫩芽，到时候扩大猪群的养殖规模就有充足的保障。随着第2日清晨的降临，熊哥已背着竹篓行走于山林之中。今天他将要去集市中实地考察一下鸡的行情，也会以此来明确自己后期的养殖方向。既然是要下山卖鸡，采集一些山林中的野菜瓜果一同销售，也会额外的增加自己的收入。遍布的木瓜树，其顶端的树花和枝头是非常好的入药材料，带上它们也许可以卖个好价钱。直接将树干砍断，获取到的树花和枝头还需要将旁侧的老叶子切除干净。当然对于已经结满了果实的木瓜树，如果直接将树干砍断，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劈砍一根长长的毛竹，将一头削尖，对准树头用力一戳，也可将其取下，并且这样的操作还可以帮助木瓜树结出更多的果实。采集的数量已经差不多了，将树花单独采摘下来，鲜嫩的树头一并带上，这满满的一背篓可以卖上很好的价钱。该回去了。然而经过水塘时，熊哥再次停下了脚步。这样的环境中，周边的石缝一般都可以捕捉到山蟹，熊哥已发现了一只，个头也非常的不错。如果可以捕获到更多，那也将会是一笔可观的收入。2个小时的翻找，接近20只的数量已经差不多了。毕竟还要去到山下，而且还要在天黑之前回来，剩下的时间已经不能再多加耽搁。再次回到农庄，换上干净的衣服，又该是这辆2手摩托车发挥的时候，带上所有捕捉和采集到的山货，当然主角也不能忘。熊哥精挑细选了2只跑山鸡，1公1母，它们将会成为摸清市场行情的先驱者。3个小时的山路，熊哥已来到了城镇的市场，将所有山货卸下。然而才刚刚整理完，就有一位穿白衣服的苗条女郎光顾了自己的摊位，她准备将这些新鲜的木花枝头和木瓜花全都买下，因为它们看起来非常新鲜。而随后蹲下的这位红头盔大姐，目标更加明确，她看上了1公1母的跑山鸡，她要将这2只一并买下。
看来自己的山货和饲养的鸡群非常受欢迎，这也让熊哥明确了畜牧养殖的方向。10多分钟的时间，所有商品都已卖出，熊哥很是开心。他决定要犒劳一下自己，一份大碗的杂肉面，这也是自己1年的时间里第一次下馆子。临回农庄之前，给心爱的小摩托加上1瓶汽油，毕竟后续还有要用到的时候。再次回到农庄，鸡群已经在列队欢迎，而熊哥开心地看着他们，就好像是看到了会叫的越南盾。第3日的清晨，在摩托的轰隆声中准时来临，熊哥已从山下农户中购物归来。他购买了3株橘子树、1大捆火龙果以及40-50颗菠萝。他要再次扩充农庄中果树的品种，菜园旁重新整理干净空地，所有的杂草都要连根铲除。按照大致的距离先摆放好菠萝秧苗，然后再刨挖出浅坑，一颗一颗的栽种。你知道菠萝的成长周期是多久吗？菠萝已栽种完毕，接下来就是火龙果的栽种了。先准备几根不高不矮的粗壮树干，因为火龙果后续的成长是需要有树枝攀爬的。挖出浅坑，将木桩一根一根竖起，整齐的2行排列，足够将所有火龙果秧苗种植下去。左右两侧安插上一枝，为了让其可以在生长的过程中紧贴着树干攀爬，还需要用藤条将其固定。不过这确实是小编第一次见火龙果秧苗，看到的第一眼，我甚至以为它是变种的芦荟，更不知道的是它这样的栽种方式。请各位老铁原谅我的无知，但我也相信，也有老铁和我一样是第一次知道。别让我一个人受到嘲笑。评论区中期待你的出现，我需要你为我分担一下。野猪妈妈已经顺利分娩，农庄再次迎来5只健康的野猪幼崽，它们活力十足，身体强壮，其中一头竟然还是黑白底色变种。然而它们能否顺利存活呢？新一天的来临，熊哥已在菜园中清理余下的杂草，空余的地方栽种上几株辣椒，成熟后自己的生活也将会增添上几味调料。辣椒已经栽种完毕，然而接连几场大雨让蔬菜中间长出了太多细小的杂草，简单清理一下，这样可以给农作物保留住充足的养料。不过在除草的过程中，熊哥发现了另一个问题，浓烈的阳光已经让土层开始干枯，很多蔬菜都因缺水而出现了萎缩的情况，看来必须要想办法解决。之前收割旱稻残留下来的稻草可以发挥它的用途了，全部搜集到一起，将其覆盖在蔬菜的周边，可以减缓土层中水分蒸发的速度，还可以在清晨的时候产生更多的露珠，这样便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缺水的难题。当然定时灌溉也必不可少。菜园的事情已经处理完毕，但是住所门前的花架因为竹竿的腐朽而出现了横梁断裂，重新准备几根粗壮的毛竹，将其替换掉原先的位置，就能把花架重新修复。毕竟前几天种植下的菜葫芦也会在不久的以后继续向上攀爬。今天熊哥一直在处理农庄中细想的事情，但其实他一直在等待着即将来访的客人。他要将自己喂养了1年的黑猪卖掉，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他在短时间内换得更多的额外收入，而这份收入也会让农庄增添上另外一种更具有经济效益以及更好饲养的牲畜。那么有老铁可以猜到熊哥将会饲养的是什么吗？不妨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答案。玉米已经脱粒完成，苦苦等待的客人也到达了农庄。摩托小伙子带来了运送所需的铁笼，刚好的空间可以有效防止黑猪乱动而影响正常的行驶。不过眼前他们对熊哥自己制作的玉米脱粒机更加的感兴趣。小伙上手感受了一下，脖子上戴着的大金链子也是格外的显眼。看来通过牲畜的购买和售出，让他在当地着实赚了不少，这应该就是属于他的幸福。熊哥带着他们参观了一下自己的野猪养殖，而这些小家伙看到生人的到来，都瞬间提高了警觉。不过今天要卖出的正是最大的这头黑猪，因为它吃的太多了。但是上次的分娩仅只生出了2只杂交幼崽，熊哥不会一直做亏本的买卖，现在将其卖掉，还可以获得一大笔收入。黑猪已经被装入了铁笼之中，它会被运送到当地最大的屠宰场。熊哥看着自己辛苦饲养了1年的黑猪即将离开，看上去还是有点不舍，然而价格还是可观的。此次售卖，熊哥拿到了475万的越南盾，而这些也将会为农场提供更多的可能。客人已经远去，熊哥却目送了很久，不知此刻他心里是什么滋味。森林的天空已完全进入黑暗，今天晚上注定会是个不眠之夜，因为第2头野猪今夜即将会进行分娩。等待的时间，巡视一下夜间的农场，鸡群已各自寻找到了过夜的地方，不论是地面还是果树的枝头。时间已到了凌晨2点，黑猪妈妈已经成功诞生下5只野猪幼崽，小家伙们全都拥挤在猪圈的拐角。刚刚学会站立的他们还不能稳住自己的重心，而对于刚刚生产过的雌性野猪，熊哥也单独进行了加餐，这样可以帮助它更好的恢复体力。小家伙们挤在一起昏昏欲睡，并且里面还有一只黑白相间的变异幼崽，这在野猪的种群十分少见。不过它也是最贪睡的一只。野猪妈妈吃饱了，她凑过来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小窝，这样才可以让自己躺下后足够舒服，也才能在夜间的时候更好的给5只宝宝喂奶。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夜晚的农场一切安然无恙，熊哥可以放心的睡上一觉了。
转眼时间已到了第2日的清晨，熊哥赶紧喂食了鸡群，而这2个刚刚失去母亲庇护的杂交幼崽，在以后会独自生活和成长。背上背篓，熊哥再次向着山林进发，他要去采集足够多的木瓜，为昨晚分娩的野猪做上丰盛的一餐。阳光照射着潺潺的溪流，风景别具一格。熊哥也来到了采摘的地点，这棵树上足足结出了几10颗木瓜，并且每一个头都十足饱满，满满的一箩筐已足够50-60斤的重量。熊哥需要背着它走过很长的山路，才能回到农场。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毕竟一下子增添了5只野猪幼崽，而猪群也一下子跃升到了19头。终于回到了农庄，这是上次赶集卖鸡时购买的柴刀，现在专门用于切割给猪群制作食物。10几颗木瓜经过熊哥的处理，已是满满的一簸箕，这些已经足够。加入清凉的山泉，大火持续蒸煮，可以将内在的营养全数逼出。最后再来上点玉米糊，只需充分搅拌后，一波美味的猪食就已制作完成。先喂养失去了妈妈的2只杂交幼崽，更为浓稠的部分全部都给了刚刚生产的雌性野猪。身旁的5只幼崽一点都不害怕熊哥，果然是为他们接生的奶爸。对于熊哥的抚摸和拥抱，也是一点都不抗拒。他们看上去要比第一窝野猪宝宝要乖巧很多，而熊哥也是全程面带微笑，开心的表情根本无法抑制。野猪妈妈吃饱了，也该喂养5只小家伙了。不过熊哥并没有离开，他在帮助幼崽寻找妈妈的双排孔。第一次做母亲的雌性野猪，貌似还有点不适应，它总是会因为感觉到疼痛而忽然起身。熊哥也在尽力安抚它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了。5只小家伙也得以饱餐了一顿。然而已经失去了妈妈的2只杂交幼崽，却孤独的在坑洞中安静的睡去。希望他们俩都可以顺利的成长。如果你拥有这样的农庄，你会愿意放弃现在苟且的生活，走进这样的深山吗？5只野猪幼崽已全部存活，它们身体强壮，并且全都发育得很好。而今天的农庄迎来了更重要的成员，一对奶牛母子，它们是否能够适应这完全原始的环境呢？新一天的来临，熊哥为了喂食猪群而忙碌。野生的红薯秧苗在这山林之中并不难寻找，尽量采集这些猪群喜爱且营养丰富的食物，可以帮助它们快速的成长。一箩筐红薯叶已经差不多了，回去之前再砍上1棵香蕉树。如今农场的养殖规模可不是这一箩筐就可以满足的。再一次回到农庄，3只大鹅和部分的鸭子还是更喜欢待在自己的鱼塘。不过有老铁扛过1整棵的香蕉树吗？这大概有多少斤？还请告知一下。将鲜嫩的红薯叶放入猪圈，熊哥在这2天的时间里，又卖出了1只成年的野猪和1只野猪幼崽，因为他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做更加重要的事情。另一个猪圈中，如今只剩下了6只幼年野猪，根据颜色判断，很可能是熊哥最后抓到的2只野猪中的1只被卖掉。希望它在新的环境中能够更好的成长。当然，分娩不久的野猪妈妈也不会忘，新鲜的汁液可以促进它乳汁的分泌，而这些小家伙则可以更加健康的成长。对于失去了母亲的杂交幼崽来说，熊哥也是特别的照顾。不过这兄妹俩的体型差距真的是越来越大，果然黑猪与野猪的杂交还是会由于基因的不同而出现各种问题。单独圈养在外边的这头黑猪，要不了多久也即将分娩，很可能就在这3-4天。从它双排扣的存奶量已经可以看出，它的第1胎能够分娩几只杂交猪崽呢？熊哥心里一点底气都没有。牲畜还需要继续喂食，还有400只左右的鸡群正在嗷嗷待哺。先将香蕉树干切成薄片，然后再精致剁碎。部分鸡群已经围聚在了一起，大部分则是去到了山林中自己寻找食物。当然，只是香蕉树干的碎末还不够营养充足，混合上玉米粉彻底的搅拌，只有这样才可以让鸡肉更香，产下的鸡蛋才会品质更高。当然，每天按时按点喂养这么多牲畜并不轻松。然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想受人管制的熊哥，只能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来创造未来的生活。能够产蛋的母鸡让熊哥一次性又收获了9个鸡蛋。然而总是将鸡蛋生在这光秃秃的竹板上，肯定会有损坏的几率。熊哥要为它们打造舒适的产蛋基地，找来闲置的木板，根据尺寸的大小进行精致的切割，经过铁钉的固定，一个4吨位的连排鸡窝就已大致成型。将其放在原先母鸡产蛋的位置处，然后底部再铺垫上干燥的枯草，每一个窝中放上1枚引蛋，这样所有想要进行产蛋的母鸡都会把这里当做自己日后的小窝。琐碎的事情都已忙完，今天熊哥要早早入睡，因为明天他会去山下办一件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新一天的太阳逐渐爬上了山头，熊哥已换上了一身正式的服装来到了山下。然而有点失策的是这件红衣服，这不一头强壮的水牛看着他目不转睛，好像在说：老铁，看这个样子你不是本地人啊，在我面前穿红色。熊哥也比较识趣，稍微交流了一下就快速离开了。已经到了，今天熊哥要来和当地的养殖大户学习养牛以及果树的种植技术。精致的瓦房出现在眼前，主人非常欢迎熊哥的到来。看看这气派的房屋和装修，熊哥很是羡慕，这些都是通过售卖奶牛才建造起来的。主人带着熊哥参观了室内，全部瓷砖包裹显得异常豪华。
还有这手雕而成的家具，熊哥是看在眼里，羡慕在心里。自己何时才能达到这样的条件？照常炫耀与寒暄过后，主人带着熊哥去参观了奶牛养殖场，也一一介绍了每头牛的繁殖能力，并且这几头牛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牛群则是放出去进行饲养。经过老板一番鼓吹之后，熊哥决定要买下这对黄色皮毛母子。而此时主人也不再隐瞒自己的饲养技术，他传授给熊哥养殖的核心，并且还带着熊哥参观了自己的柚子园，也将柚子的种植技术对熊哥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真是老谋深算，不见兔子不撒鹰啊！只有将钱赚到口袋，才会对熊哥倾囊相授。熊哥听得很仔细，也确实学到了很多，又是万恶的讨价还价环节了。老板翻着白眼算起了养殖的成本，抽上一口旱烟，代表了交易的达成。坐在门前，熊哥拿出了自己一整年大部分的积蓄，而老板数钱的动作也是异常娴熟，最后还是给熊哥让利了一张，只是不知道他是多大的面值。老板将奶牛交到了熊哥的手里，并祝福着熊哥可以好好的饲养。奶牛到手了，熊哥要带着他们回到自己的农庄，而这也标志着畜牧养殖即将进入了全新的阶段。路边这种青草，奶牛非常喜欢，熊哥停了下来，让它尽情的享受。牛宝宝也在尝试。遥远的路程让熊哥看起来已经有些疲惫，终于到了。熊哥能够照顾好这对奶牛母子吗？他们是否可以顺利存活，为自己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呢？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关注我，熊哥的野外生存之旅究竟会如何呢？我们就一起见证吧。